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最近大家应该看到一个非常热门的新闻，就是呢，中国的一个演员王兴被从这个泰国绑架到缅甸的这个妙瓦底这个地方也就是那种诈骗园区，然后又经过了几天的折腾，然后最后把王兴给放回去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其实也不是很奇怪，因为这种事情在之前也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孤立的事情。也就这几年的话，在东南亚这种事情其实经常都在发生。那么很多人就在讲说，那么像泰国还能不能去，包括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是不是也能去？啊、对，包括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新加坡，是不是还是像原来那样安全？其实我之前刚好有做了一期那个讲马来西亚的是不是安全这样的一个视频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没过多久，这个案件就出来了。那我也刚好再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之前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其实都去过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些自己的感受，但我不敢给你打包票，因为这确实是关系到安全的事情其实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自己要非常的小心跟注意我们只能讲一些我们自己的经历，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我讲一下这个泰国泰国我是好几年前去过一次，也待了蛮长的时间，在曼谷、清迈，然后包括南部，也都去过，所以几个城市，走下来对泰国大致的了解还是有的。那我的大致的感觉是，泰国其实还是当时感觉还是蛮安全的，就是从我那个时候的角度来看，感觉大家都比较平和，然后很少这个有吵架的地方，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在作为游客看过去的东西，其实都还是蛮好的。然后泰国也是号称这个信无指数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大家的怨气什么各方面也比较少。可能跟他们的信的这个佛教有关系就是相对更包容一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整体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吵架呀斗殴这种这种事情好像比较少，确实这个真的是比较少，所以你在街上跟别人产生口角争议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这是一块但是呢泰国其实经常发生一些极端的一些案件，就是说比较零星，但是确实是对，因为这个跟他们就是法律也有关系，就是他们对于他的包容性不但是对这些小事情包容，对一些大事情上可能也是比较看待比较淡一些或者比较包容一些，所以他的重刑什么的就会比较就怎么样所以有一些犯罪集团也好或者是什么，他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吧。但是就我看来，我在泰国的经历，我觉得泰国整体来说，就在那国境底下，应该大部分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说的。但是就像网上说的说那个这个这个事情跟泰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基本上是在缅甸发生，然后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或者是对差不多这个地方，然后所以跟它没有关系。当然大部分是这些因素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因素你其实还是要考虑，就是你想这个王兴被绑到那边去，是吧？或者是别的很多人被绑到那边去，那其实在很多地方它是就要过境嘛。那照理说你过境盘查各个方面应该很容易找得到，因为对，因为你这个架势其实还蛮大，你要绑架个人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其实是很容易败露的。那为什么他不会败露？
为什么不止一次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从它这个边境的这个边防这一块，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哦、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边境这一块的控制好像比较松的感觉所以这一块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点。我觉得泰国如果与其说花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媒体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来消解这种大家不敢去泰国的这种努力，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你在这边防的这一块能使点劲的使点劲啊，你可能没有办法说去找缅甸人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在自己的边境里，做一些更严格的这些管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成效的，对吧？至少大家对泰国会更有信心嘛，因为毕竟不是发生在泰国嘛。如果你把边境管好了，那我相信就会整个的这种感觉好很多嘛。然后对，这是泰国的这个方面所以就是总的来讲，我觉得泰国整体还是安全，但是确实这个边境的问题是不是能处理好这个是蛮关系到我们的评判的。那么说来，东南亚的其他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是肯定不能去的嘛，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像缅甸呢，然后柬埔寨，我觉得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包括金边啊那些对，啊、就是有些地方，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就是就是反正柬埔寨，我觉得也得多留心一些。那像越南，越南其实还好了，马马虎虎嘛，就是也不能说安全，也不能说不安全，我觉得是属于比较中间状态的这种地方。那如果是像这个马来西亚，我觉得马来西亚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吧，因为怎么讲呢？马来西亚本身整个的这个治安的这个方面，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它仅次于新加坡，然后呃当地的这些人也都比较友好，呃，但是因为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境内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说马来西亚它毕竟也是跟泰国交界就是这一块的话，它的边境管理不知道怎么样，这点我也不太清楚，也不敢瞎说但是就是从现在爆出来的案件来讲，好像大部分都是从泰国那边的边境过境的从马来西亚过境的，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但是好像不是很多。大家如果有那个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他把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他马来西亚自己这一侧如果能管理好，相对更严一些，他那个犯罪成本比较高他慢慢就会放弃这边，所以也就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也不敢打包票，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研究一下。然后再说一下新加坡，新加坡其实最有意思了。怎么讲呢？就是新加坡其实原来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吧。我不能说它一定是最安全最安全之一吧。就至少在排名上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很搞笑的是，最近有发生几个这个电诈事件的这些团伙是在新加坡被抓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哎呦，其实我想不通，我并不是说新加坡为什么会不安全，我想的是说为什么这些会去选择在新加坡这个作案呢，或者是说跑到新加坡去呢？哦，然后就是蛮搞笑的，难道是说那个就是人家讲了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对，就是人家觉得新加坡安全，所以他到那边去作案，大家就会放松警惕，然后再把他们引到这个他们要去的缅甸哪里这些地方吗？当然，我觉得这些犯罪集团也太有意思了吧然后所以我们回头来讲，就是新加坡本身，因为它可能原来自从免签以后大量的这些人员的流动，它的管理各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漏洞，这是有可能的。然后新加坡境内本身肯定是安全的，那个他们的这个
管理啊，包括这些监控的这些制度哈，其实很难在当地做一些很夸张的安检，是蛮困难的。然后，但是呢，它确实有可能会从中间做一个中转的去引流，那这个就是你到新加坡之后，你要谨防不要再被骗到境外去了，就是你不要被骗出去。他要把你绑架出去，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把你骗出去是完全有可能的那这个就是很考验你的一个判断。所以总的来说，我是觉得新加坡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就是你还是要注意哈，现在就是真的都是要注意，因为他之所以会在这里犯罪，是因为这些都离缅甸近，就只是因为距离近而已，就是近，他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国家，我能从你这个再给再弄一步就弄到他那边去了嘛。所以他有些团伙他确实会铤而走险，会在这些地方去做一些动作所以我觉得现在去东南亚不是说不行，但是确实危险系数这几年越来越高，所以出门在外自己要小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安全神话，只要这些团伙依然存在，就还是会有危险所以呃，你得做一些攻略。另外一个，你要最好做，就是你的选择跟决定，最好是有你自己的判断跟主动性在上面。你要小心那种突然间闯进来跟你搭讪的，或者是呃招聘啊，或者什么，就是别人叫你去的这些地方，你得非常的小心当然这也是蛮难的事情。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再见。